大家好，我是周文强老师，欢迎来到我们财商训练营的第4课，世界上最神奇的24堂财商课第4讲正式开始。今天我们的主题还是开启富人的秘密第3讲。我们开启富人的秘密的第一个区别穷人跟富人的第一个区别是赚钱方式的不同。我们把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3种人，第一种是穷人，他们这辈子在挣钱，所以他们出卖劳动力，他们只能活在社会的最低层。那第二种人叫中产阶级，他们在赚钱，他们可能会拥有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他们甚至可能也拥有一家自己的小餐馆、小公司，他们甚至也会投资一些小的股票用自己的钱来赚钱，但是只能做一个中产。而这个世界上的顶级富豪，他们是在印钱，他们是在造钱。穷人和富人的第二个区别叫做花钱方式的不同。穷人和富人的第3个区别叫做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前面给大家简单剖析了第1条跟第3条，那这一讲我们会详细跟大家讲第2条花钱方式的不同。花钱决定了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在开讲以前，我们还是来点评一下大家的作业我们这一次的作业让大家在做财务自由计划书的时候，那就比第1次要做得好的多得多非常好。然后我也看了你们的分享希望大家再接再厉。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开启富人的秘密。周老师发现不管是马云、史玉柱、郭台铭、王永庆、李嘉诚、黄光裕、乔布斯、比尔盖茨，这些所有成功人士曾经他都也是左象限的人，他们曾经也跟我们一样做一个普通的雇员，但是慢慢的他们从左象限进入了右象限，他们慢慢的成为了富可敌国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周老师花了10几年的时间来研究穷人跟富人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当周老师结合了罗伯特清崎的财商课程，再加上周老师研究这些所有的这些企业家传记周老师喜欢看2种类型的书籍。第一种就是富爸爸系列的财商类的书籍，那第2种叫人物传记，我会看跟马云有关的所有书籍，跟马化腾有关的所有书籍，跟马斯克有关的所有书籍，跟乔布斯有关的所有书籍，跟比尔盖茨跟李嘉诚有关的所有书籍。看人物传记叫做听别人的故事来去理解自己的人生。今天我手上这支麦克风是设计出来的，我这套衣服是设计出来的，我的发型是设计出来的，我们这个背景板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住的房子，我们开的车子，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接下来周老师要告诉你一句话，叫做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包括你的人生。罗伯特清崎如果在9岁没有遇到富爸爸，如果他没有听富爸爸的课程，他不可能拥有这样的人生，他不可能今天能够让自己从一个穷孩子从父母那里没有继承到1分钱，继承到全都是负债，今天可以成为100亿富豪，而且他的单位是以美金为单位的如果周老师当年没有看《穷爸富爸》这本书籍，如果我没有升起梦想，如果我没有给自己做财富自由的计划，如果我没有设计自己的人生，那我相信今天我也是个穷光蛋，我来自社会的底层，我没有资源，我没有背景，所以一切都是可以设计出来的。你们知道我在看人物传记的时候，我最喜欢干一件什么事吗？我最喜欢拿一张白纸，把这个作者的生平变成日期，变成年龄。就是我在看罗伯特清崎书的时候，如果你们看过富爸爸系列丛书就会知道，富爸爸系列书籍它是故事穿插着干货比如说第1本书讲了罗伯特清崎9岁的故事，第2本书讲了罗伯特清崎47岁的故事和45岁的故事，那第3本书又讲了他20多岁的故事，他的故事是穿插在书中的。那我想问你们个问题你们觉得今天是周老师把我的干货跟你们讲出来，你们比较有收获，还是把周老师的人生经历跟你讲出来，你更有收获呢？其实我想告诉你，我的人生经历要比我的课程更加干货，叫做既然一切都是设计的，那设计什么都不如设计自己的人生。我就要设计像罗伯特清崎一样的人生，因为我想拥有那样的生活。所以周老师就做了个事儿，通过百度百科查出罗伯特清崎的实际年龄他是1947年生人，然后我就算
他书中写1957年他在干什么，1968年他在干什么，78年在干什么，1990年他在干什么，我就算出来他的年龄。算出他年龄以后，我就做了一张表。9岁的青奇学财商，12岁的青奇投资生意啊，15岁的青奇在干嘛？18岁的青奇在干嘛？25岁的青奇在干嘛？30岁的青奇在干嘛？我把整个罗伯特清崎的人生全部标注了出来。你们知道周老师有多用心了吧？为什么那本书要反复看10几遍？我勾勒出来了他的人生轨迹。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成功最快的方法就是复制加创新。一切都是可以复制的。我复制了罗伯特清崎的人生。罗伯特清崎找富爸爸，我也找我的富爸爸。罗伯特清崎学财商课，我也学财商课。罗伯特清崎做销售，我也去做销售。罗伯特清崎投资房地产，我也投资房地产。罗伯特清崎去学习金融，我也去学习金融。罗伯特清崎去讲课，我也去讲课。罗伯特清崎去写书籍，我也去写书。就他干啥我干啥，我的结果再怎么差都差不到哪里去。所以为什么周老师可以拥有财富人生？就是因为我完美的克隆了，或者叫复制了罗伯特清崎的人生。啊，为什么周老师写的第一本自传叫《因梦而生》？我没有讲我的财商任何干货，而是讲了我从一出生到如何实现财富自由的故事。就是我不希望我的听众再像我一样，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啊，在这个山海里面找到真经。我希望把我的经历直接告诉你们啊，几岁周文强做了什么，几岁周文强做了什么。所以熟悉周老师的朋友们，我真的推荐你们看一本书，就是周老师的自传《因梦而生》啊。所以当我开始去昨天跟你们布置的第一个作业是让你们重写计划书，给你们布置的第二个作业是让你们找到属于你的富爸爸啊！我看到很多人在找，很多人说老师我没有，我找不到，我去哪里找啊？对不对？我爸都是穷人思维啊，咋弄啊？我这不认识富人啊，我想成为这个富豪，对不对？那我也不认识亿万富翁啊，富爸爸去哪里找？我只能说你，就不单要学习财商，得学习智商，那还用找吗？那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对不对？那周老师不被人称为中国的富爸爸吗？对不对？那为啥周老师的学生跟我学习10几年的时间？就是因为他发现，哇，周老师就是我的富爸爸。比如说我们德鲁克的创始人，我们的包一成老师。包一成老师在这个大学的时候，他全身上下只有200块钱人民币。他的父母里面在农村工作了一辈子也没有买得起房，通过跟周老师学习，他已经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一个千万富豪，实现了财富自由，对不对？这就是真实的案例啊，真实的故事啊。今天他还在追随周老师学习呢。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富爸爸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希望今天你在跟周老师学习的时候，你只交1份钱，但是你可以全家一起学。从今天起，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啊，在听我们的财商训练营的时候，就不要一个人听了，带着你的老公，带着你的老婆，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听。而且我给你们布置作业的时候，特别是探讨这个阶段，就不用在群里探讨了，完全可以跟你的爱人、跟你的家人一起分享，交1份钱，全家都学，这多好啊，对不对？啊，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开启富人的秘密的第2课，花钱方式的不同。穷人为什么穷？我只讲3个点。第一个点，穷人认为钱花了就没了，所以穷人不敢花钱，穷人省钱。我告诉你，省钱是不可能成为百万富翁的，省钱是不可能成为亿万富翁的啊！就算你通过省钱赚到钱了，你也是个穷人。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这是罗伯特清崎先生说的。罗伯特清崎在书中说，如果有人告诉你减掉信用卡这个把所有的高消费全部去掉，不买房不买车不高消费，就算你攒到钱了，你不还是当了一辈子穷人吗？对不对？所以在座的各位，不要认为钱花了就没了，钱真的花了就没了吗？根据宇宙心理法则，当你认为钱花了就没有了的时候，你的钱花了就真没了。但是如果你认为钱不是花了就没了，钱会越花越有，你有了这个信念，你有了这个潜意识，你的钱真的会越花越有。罗伯特清崎在富爸书中告诉我们说，他这辈子从来不会把钱放到自己的手上，他的所有的钱绝对不会放到自己的手上，更不会放到银行，因为他认为钱本身就是负债。
你们觉得钱是资产还是负债？我们要想实现财富自由，我们说了，被动收入大于支出等于财富自由。那我们要想实现被动收入大于支出，我们就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财富自由的计划。来，敲黑板划重点，把这句话写上：财富自由的计划等于不断的增加资产，不断的减少负债。财富自由的计划，不断的增加资产，不断的减少负债。增加资产就是在增加被动收入，减少负债就是在减少支出。当你有一天你不断的增加资产，不断的增加被动收入，不断的减少负债，不断的减少支出，当你被动收入大于支出那一天，恭喜你，你就实现财富自由了。那什么是资产？写上资产的定义。9岁的清奇要想把资产整明白，非常难。你给他讲会计的定义，他根本听不懂啊。那些很多的银行家，他都听不懂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富爸爸他要想把这么复杂的财务概念交给9岁的小清奇，他必须要用9岁小孩的道理给他讲清楚。所以当年的富爸爸在讲到这一课的时候，这一课叫做富爸爸的第2课啊，为什么要学习财务知识啊？富爸爸讲了一句话：凡是能够把钱装进你口袋的东西，就叫资产。也就是凡是因为你购买了这个东西，你能产生现金流了，这就叫资产。那什么叫负债？因为你买了这个东西，钱从你口袋掏出去了，叫负债。换句话讲，就是因为你买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让现金流流进口袋就是资产，流出口袋就是负债。看这个东西是资产还是负债，只需要看它的现金流流向的方向啊。那接下来我就考考你们啦：房子是资产还是负债？股票是资产还是负债？黄金是资产还是负债？汽车是资产还是负债？比特币是资产还是负债？孩子是资产还是负债？很多人会说老师资产，有人说老师负债。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有财商，这些东西在你手上都会变成资产；而如果你没有财商，这些东西在你手上都会变成负债。老师怎么可能呢？房子怎么可能是负债呢？请问有没有人买房子卖不掉还亏钱？那就是负债。请问有没有人开车今天买过来80万，第2天卖只能卖60万？那就是负债。你买了车以后要交保险费、停车费、管理费、加油、过路费，买了这台车以后不断的有钱流出你的口袋，当然是负债了，对不对？你买了房以后要交物业费，要交水电费，每个月还要月供，你的房子当然是你的负债。你买的房子500万，要卖的时候只能卖300万，当然房子是负债。你买黄金的时候500块，卖的时候470，当然黄金是负债。你买比特币的时候是35万，现在卖的时候只能卖15万，当然是负债。那请问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是资产呢？你买了房子不自己住，租给别人住，租金大于月供，所有的水电费啊、管理费啊都是租客出，那当然是资产。你房子买过来500万，结果涨了，你卖了1000万，当然是资产，因为有500万流进你的口袋。你买了车不自己开，租给别人当的士司机开，每个月给你付租金，当然是资产，对不对？比特币股票，你买的时候2万块，卖的时候5万块，当然是资产。所以这些东西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其实跟这些东西本身没有关，跟你的头脑有关，跟你的财商有关啊，是财商决定了你手上的这些东西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你信不信？咱同时买房，你赚了，我亏了。或者我亏了你赚了，都有这样的可能性。你信不信你今天在这儿开个餐饮公司你就亏钱，饭店转给别人了，到别人手上就能赚钱。所以在座的各位，你唯一的资产就是你的头脑，就是你的财商，就是你的思维方式。当富爸爸在9岁的时候告诉了清奇这一条的时候，清奇从此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我赚来的所有钱全部投资脖子以上。钱只有一种投资，只赚不赔，就是投资自己的大脑。
罗伯特清崎在书中给我们讲了一个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故事。故事是这么讲的，他说：“我这辈子最感恩的，除了我的富爸爸以外，我还感恩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不是那么有名，他是一个房产中介，后来自己炒房赚了很多钱。突然有一天，他打了个电视广告。”他卖一个专门教你如何零首付买房的一个课程。这个课当时在美国卖多少钱呢？卖$398。而当时的罗伯特清崎的工资多少钱呢？当时罗伯特清崎在当兵，他的工资只有200块钱，他要将近花2个月的工资才能凑齐这个培训班的学费。请问罗伯特清崎看到这个电视广告以后，他有没有去？他去了。他不但去了，他在自己的军营当中告诉他们说：“你们谁要去，跟我一起去。”结果就有一个哥们儿跟他一起去了，2个人交了$398去上了那个课程。上了那个课程以后，回来的路上，他的那个战友就后悔了，说：“清崎，你是个骗子，你跟那个老师一样都是骗子。你要不是你，我怎么可能损失$398？他讲了2天，讲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我太后悔了，我得去找他退费。”妈呀，还要去找那个老师退费呢。罗伯特清崎说：“行，下次我再不带你了。”那请问罗伯特清崎回来以后，他不单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很好，他还把这个老师的书籍、把这个老师的光盘全部买回家，然后就开始用这个老师教他的方法，开始零首付买他的第一套房子。不单是零首付，他1分钱没有花，他借了朋友2000块，付了首期款。然后这个房子买过来是$3万，他过了不到17天时间，他就转手把这个房子卖了$5万，赚了$3万。他给他朋友付了400块钱的利息，他收到首期款的钱，收到别人付的定金，这个$5000以后，他就把他的借的这个钱还了，利息也还了，空手套白狼，白手起家。罗伯特清崎在书中表示说，这个$398的课程帮我赚到的钱是超过你的想象。我记得在他第7本书里面，他讲了这个故事。他说这个课程已经帮我赚了上100万美金。而在他第38本书的时候，他又讲了这个故事。他说这个课程迄今为止帮我赚了最少已经超过几千万美金的价值。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你就知道，就是我讲这个故事，大家好好去思考思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你说那个罗伯特清崎正在当兵，在越南战场上，他是个飞行员，他每天脑袋里面，他除了这个本职工作，他的飞行任务以外，他还在想什么？学习如何赚钱。哇，这个课程太好了，我要报。如果是你在当兵，你在战场上会天天在死人，你还有心情去报培训课程吗？我相信你一定没有。但是罗伯特清崎有。罗伯特清崎他在当兵的这个路上，他学到了3样本领。第一项本领就是去上了这个卖房子的课程，让他后期在房地产投资赚了无数笔钱。你们可以去看第1本《富爸爸穷爸爸》，可以去看第3本《富爸爸投资指南》。在这2本书里面，罗伯特清崎详细的讲了他是如何空手套白狼的，他是如何白手起家的，他是如何零首付买房买车赚钱的。各位，你知道吗？我就因为看了罗伯特清崎的《投资指南》这一本书，我在深圳实现零首付买房、零首付买车。我在深圳赚的第1桶金就是在房产上赚的，而就是通过这本书籍。你们知道吗？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罗伯特清崎在书中这样写的，他说：“我相信你们一定不相信我这个案例是真的。你们很多人一定会说，这个案例在我这里行不通，这是违法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实现了，我在深圳实现了这个案例。当我把这个案例讲成课程，剪成了短视频以后，很多人在网上留言骂我说：周老师，你说你赚到了第1桶金的方法我听了，但是那套东西已经过时了，只有你们深圳大城市才能做到，而且只有在你那个年代能做到，我们这儿根本不可能完成。在座各位，我看到很多这样的评论。那请问我的那套方法真的过时了吗？罗伯特清崎60多年代的时候学的这套东西真的过时了吗？就在去年，我的爸爸妈妈希望我在老家把我家的房子修一下，我不想修，因为我知道我家主宅的风水非常好，不能动。我就跟我妈说，这样吧，我们县城给你买一套房，
当我看了很多套房，终于看到一套合适的时候，当我把那个中介约到我家里的时候，我说我要见业主签合同的时候，那个中介说：“周老师啊，你也是做房地产，我也听过你的课，我不能骗你啊，这个咱见不到房东。”我说啥意思？他说：“咱们辉县现在有将近1/3的盘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上，这个人他绝对是你的超级粉丝，他把你网上所有关于房地产投资的课程全听了，他就用你的方法。”跟业主签单边合同，然后在中间吃差价，他几乎控制了我们辉县1/3的房源。我们辉县500号房地产中介都在为他打工，有好房子推给他，他来买；有好客户推给他，他来卖。我说这么神奇吗？来见一面。当我见到他以后，他说：“哇，真的是周文强老师吗？我太感谢你了，就给我鞠躬啊，感谢我要死啊。”他说：“周老师，我告诉你，我就是个卖房地产家私的，就因为刷了你的抖音。”我就用这套方法，第一套操作成功，我赚了2万块钱；我就第二套又操作成功，我赚了3万块钱。我从此以后就开始在辉县，我现在垄断了1/3的房源，我未来一定会最少垄断2/3的房源。我太感谢你了，我就刷了你一个免费的短视频。那一刻，我比他还震撼。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这套方法没有过时，原来这套方法在深圳可能没人用了，在辉县现在有人在用。所以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现场的各位，就是你们真的明白一句话：真理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罗伯特清崎在金钱上的认知，他接近于道，接近于真理。在座各位，这不是跟你开玩笑。讲到这儿以后，我就想告诉你，罗伯特清崎在部队里面除了学习赚到房产，除了学习了领导力，还学了一门课程，这门课程才让他真真正正的变成有钱人。我们未来也会陆续给大家讲罗伯特清崎的故事，还有我的故事。讲到这儿以后，在座各位，我们再回来穷人跟富人关于花钱的区别，那就是穷人不敢花钱，甚至花了钱后悔，而罗伯特清崎永远想的是这个钱必须得花，没有一笔投资比投资脑袋更划算。这是我要跟你讲的穷人跟富人在花钱上的第一个区别。第二，这个钱是可以越花越多的，钱是真的可以越花越多的，但是它需要一个合理的顺序。你只要按照我教你的方法花钱，我敢保证你的钱一定会越花越多。罗伯特清崎从来不存钱，他不相信银行，他认为钱就是负债，钱拿在手上就是在贬值，抵不上通货膨胀，钱存在银行都在贬值。他有到钱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钱花出去，把钱变成资产，让钱为他工作。在座各位，那我们应该怎么花钱呢？写上花钱的5部曲，越花越有钱花钱的第一步，赚到钱以后一定要把钱花到自己脖子以上，花到自己的头脑，叫花钱学习。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老师，我现在有50万，我也想财富自由，我也不想打工了，你告诉我这50万怎么投资能够让我变成亿万富翁？我说先拿出一半的钱投资学习，报周老师财商导师班。他以为我在开玩笑销售他，为了赚他钱呢。你这什么老师啊？你推销课程？其实他想错了，我是真真正正为了帮助他。他成为了周老师财商导师班，他就成为了周老师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了。他的思维方式完全会改变，他接受到信息和那些机会的方式太多了。因为周老师有那么多的财商导师班学员都是大老板，他进入这个圈子以后，他的思维、他的能量、他的境界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有太多的破产小老板，有太多的家庭主妇，就因为进了周老师的财商导师班。他有周老师本人电话呀，他能跟周老师随时打电话，你开玩笑，能够在我房间一起喝茶，能够在我房间问问题，那能一样吗？对不对？财商导师班是一个人学，福布斯是全家一起学，老公老婆孩子全免费，你生几个孩子免费，你一家生3、4个孩子，你加上你老公老婆6、7口人，全部变成了周老师财商导师班学员，可以上我开发的所有课程，可以接受我的1对1辅导，那能一样吗？在座各位，当然了，你也不一定非要花钱给我，对不对？反正就一句话，花钱学习，这是花钱的第一步。我几乎把我10年前赚的所有的钱全投资脖子以上，我要把我的脑袋变成金脑袋。今天我的脑袋就是一个想法，就是钱。花钱的第二步骤是花钱创业。经常有人问我，老师，你告诉我一个项目，让我一投我就财务自由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投资回报率最高的，1是投资自己的大脑，2
就是用自己的钱去创业，所以花钱创业。跟周老师学习完财商导师班课程内容以后，你可以干嘛？拿钱创业。可能在周老师的会场认识了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好项目，然后开始创业，对不对？瞬间从左象限进入了右象限那第3叫花钱投资，赚到钱了，钱多了，企业也走上正轨了，一年能做7、8个亿了，每年有个几个亿利润了，拿这个钱干嘛呢？对不对？花钱投资，布局5大资产我们未来会给大家详细讲资产配置讲投资学的时候会给大家专门讲这个问题。那么花钱学习，花钱创业，花钱投资，第4步呢，写上花钱享受人生，叫消费，花钱享受。到这儿你才有资格享受，你知道吗？你相不相信周老师在10年前没有去过电影院？你相不相信周老师10年前没有出去旅游过？除了公司组织的旅游以外，你相不相信周老师10年前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没有买过贵的衣服？在座各位，真的，穷人跟富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能否懂得什么是财商的真谛。财商的真谛就4个字儿，犹太人的核心机密，在座各位，叫做延迟享用。不是说不让你享用，你先花钱学习，头脑变成了正资产，再花钱创业，你的公司能够赚被动收入了，再花钱投资，用你资产带来的被动收入去消费，你的这个负债就不是负债，你的这个负债就是资产。在座各位，比如说你今天有80万现金，你想买辆宝马汽车，你本来80万现金是资产，你把它变成一台汽车就变成了负债。但是如果你拿着80万去一半学习，一半投资创业，结果你赚了80万，用资产赚来的80万，你可以去买台轿车，你还拥有一个80万的生意到这一步才有资格去享受人生，买房买车，对不对？旅游买好衣服买手表来，下一步第5步叫做做慈善。咱不是说你到现在才能做慈善，你没有钱的时候100块200块的小慈善也可以做，但是到这儿了以后，你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你要做大慈善，每一年要拿出你收入的5%或者10%做慈善。而在最开始你没有实现财富自由，没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连房车都没有的时候，你有资格拿个几百万做慈善吗？叫做自度者方可度人。你都泥菩萨自身难保了，你还怎么度人？对不对？到这个时候你要有社会责任了。很多人就整岔劈了我一个粉丝说，老师我收养了很多流浪猫，我10几个信用卡已经全整完了，我也没有工作，我就看那个猫太可怜了。我说你有资格收养吗？你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呀，是不是？猫跟你都吃不饱在座各位，自度者方可度人。按照周老师这个花钱步骤，你只会越花越有钱。而且在座各位，我告诉你个秘密，一个宇宙的秘密，钱不是花了就没了，钱永远存在。钱是一种能量能量是不生不灭的呀，对不对？你失去的任何一个东西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来。钱是一种能量，它怎么可能花了就没了呢？今天我用我的100万买了一只百达翡丽的手表，请问我的钱花了就没了吗？它不是变成手表在服务我吗？对不对？将来周老师不想戴了，想卖出去，说句不好听点的，我可以卖200万300万。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周老师买了一套房子，那请问这个钱花了就没了吗？它变成了房子在服务我呀，服务我5年，这个房子我把它卖了，一转手赚了1000万，对不对？它永远不会消失，能量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不要认为钱花了就没了。当然了，你说花钱有没有小窍门？有。我在花每一笔钱之前，我都会问自己2个问题。当你知道这2个问题是什么的时候，你的钱只会越花越有。想不想知道？第一个问题，这是我有没有按照我这笔钱花出去是资产还是负债？我如果这笔钱现在花出去是负债，我不会花；如果我这笔钱花出去是资产，我才会花。比如说今天我还没有钱，我看上一个玩具，对不对？我要去充游戏，我打游戏，我一想不对呀，我这个钱花出去是负债那我就不花。比如说我去上一个课程，对不对？我一想这个钱花出去值，因为它是资产，我能赚更多的钱回来，那我就花。花钱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这笔钱花出去是资产还是负债？
我经常看到很多人的衣物间有很多的衣服，从买回来再也没有穿过，只是一时觉得好就买了，那你就在浪费钱呀，对不对？你买了一大堆负债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句话，我会把我的钱当成有生命、有灵魂的。万物皆有灵吗？我会把我的钱当成我的兄弟姐妹，你知道吗？所以每一次花钱，首先第一个问题，这笔钱是资产还是负债？花出去，如果是资产，我就花。我在花的时候，我就会说第二句话：兄弟们，早去早回，帮我带更多兄弟们回来。所以我的吸引力法则就是我的钱越花会越多。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兄弟们，早去早回，帮我带更多兄弟们姐妹们回来。根据宇宙吸引力法则，你的钱永远不会消失。所以在座的各位，从今天起，你有没有正确的学会花钱？只花必须花的钱，只花花来以后这个钱还能回来的钱，叫做资产每次花给自己问自己这两句话布置今天的作业。讲到现在，我们的财商训练营已经是第4讲了。第4讲，周老师讲了很多的内容，也讲了很多的故事。那讲了这4讲，周老师到底是想给你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资讯？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点？就是你们做的作业要做一个这4天的训练营有哪个点让你无比震撼？这4天的训练营到底是要教给你什么把它写出来，小组探讨。第二个作业，从今天起每一天在花钱的时候，问自己那2个问题：这笔钱我该不该花？花出去是资产还是负债？而且通过分析你以前的财务账单，是可以看出来你是会越花钱越有，还是会越花钱越穷。你们的银行卡账单给我打出来，你们的微信支付账单给我打出来，你们的信用卡账单给我打出来，你们的支付宝账单给我打出来。反正你经常用哪个支付，你就把哪个账单打出来，然后你自己看一看我不需要让你看你进项，我只需要让你看你的支出。比如说你现在所有的钱都在微信上花了，你就打开你的微信支付的账单看一看，这个账单不需要给我，你自己看就可以了。你自己看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钱都花在哪儿了，是花在资产上了还是花在负债上了，给自己做一个财务分析。然后呢，最后一个作业，把今天课程变成你的课程，给你的孩子讲一遍，做个亲子教育，做个亲子互动，对不对？今天你听完以后，你给你朋友或者给你的家人，把今天咱们30分钟的课程浓缩成10分钟给他们讲一遍。教就是最好的学，当你在教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真正正有所收获，好不好？希望今天的作业大家能够准时完成把你的收获，把你震撼的那个点把你的决定写到群里把你的资产栏支出栏看完以后，做一个财务分析然后从今天起，每一笔钱花的时候，都要问问自己那2句话，再决定他要不要花如果按照周老师讲的去做，你一定会越花钱越有钱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唤醒你。我是周文强老师，我爱你如同爱自己。我们下一讲不见不散。